接下来我们要赶快来关心的是，现在在南海跟东海的局势都在全面升温。今天我们来看到这个是最新动态哦，澳洲的 P8A 的巡逻机在未经批准下进入了大陆的西沙的领空，遭到我们来看到中国的南部战区是这样说了，指控澳洲非法侵入了中国的西沙领空，所以遭到解放军的苏535战机近距离的拦截并且驱离了。那澳洲怎么说呢？澳洲是反咬中国大陆的行为，指责中方的战机才是释出了这个放热的焰弹，称他的行为才是不安全而且不专业的。P8A 的小档案带观众朋友稍微来看，它是美国制造的，也是美军主力的反潜巡逻机，作战半径超过2200公里。搭配雷达跟电子监测系统，是可以沿着大陆的沿岸收集到各种的通讯雷达讯号的。那么由于呢，它同时呢也是 AUKUS 的美英澳情报共享，所以呢，澳洲一出动，等于也把情报给了美国。类似的事件，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上也谈过。不久前，同样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这一架巡逻机在东海遭到大陆解放军的歼16战机逼近，并且驱离。当时大家还记得吗？最近的距离是不到60公尺的。大陆外交部当时也强硬的回应说，加拿大的军机打着联合国的这个旗号，实为做的是侦查渗透。节目一开始请教干哥怎么看了？澳洲、加拿大接连侵入中国领空，这个行为是例行的侦查，还是军事的探测？你怎么看？哎呀，这五眼联盟的这个惯用伎俩，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跟你讲，他们都是。你像澳洲的 P8，它一定是以什么？以新加坡为中继站，因为澳洲没有这么远程，超过8000公里的空中加油瓦斗啊，所以都是以新加坡为实际上的基地，就是他们会在那边落地，然后他们到西沙去南海啊，他一定要展示一下什么？我的存在，我澳洲的存在啊，我AUKUS成员的存在，我要展示给你们看。那加拿大也是一样的道理，可是这一次已经弄到歼15要发射了这个热焰弹，哇，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就玩的比较大一点了啊。你说中共的这个解放军的战机上来，然后呢释放了热焰弹，你知道这中间有一个插曲吗？这是漏网新闻啊，你知道那就是说中国飞行员啊有这个跟他们有互相有通话。然后美国的飞行员是告诉，不是那个澳洲飞行员有特别告诉他们说，我们是飞行在那个国际领域、国际海域里面。结果那个中方就说，你们其实不是在国际的海域啊，你们不是在国际空域。那所以说，请你们赶快走啊。然后他说，不然的话就会重演上次一样的情况。上次一样是什么样的情况？上次是美国一架 KC-135空中加油机来。然后结果呢？中方竟然说 "FU" F 后面加4个英文字，大家都知道 "FU"。然后美国的那个飞行员就那个回了一句叫 "Shut up" 就是说等于是两边都骂脏话就对了。但那个 F 太难听，我不能讲出来。而在这种情况底下，就代表说什么？中国现在对于西沙的主权，它是非常坚持的。不管你这一次是澳洲的 P8 老实讲是最新的型号，最新的反潜机，它一样可以用作电子侦察机。所以 P8 是在加拿大、英国、澳洲这几个美国重要的盟邦都配备的。所以中国对这种飞机是非常敏感的，因为你来就是收数据，你来就是测潜艇，你来就是要看西沙现在的这个整备到什么样的地步，所以年月通通都要更新。在这种情况底下，中国不敏感吗？当然敏感啊！加拿大上次那只 CP-140那架巡逻机就是 P3改的，距离只到60公尺，只差1步就会被击落。我跟你说一句实在话，有一天真的会被中国解放军击落，到时候击落算谁的，还真的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些国家要适可而止，不要再玩这种危险的游戏。好，谢谢干哥。那上次哥怎么看？我想这次频繁的，特别在南海地带啦，当然就是希望，我讲美国、印太跟澳洲的这个飞机，它就是要把南海转成公海，它就要一直觉得公海飞来飞去。但是现在中国大陆越来越严肃来处理哈。你说我们在看到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很生气吗？就我掌握的部分没有，他们因为那边一飞起来，北斗卫星就抓到了。你要知道，所有的飞机并不是都会载着热焰弹，所以这个飞机是有备而来的。
而且大家特别注意哦，前阵子不是同样有跨越军事，当时的中国大陆的军机是什么？中国大陆军事都是要翻滚，不是背靠它非常非常的靠近吗？这次我们丢热焰弹，我告诉你，他们现在的做法是中国大陆当然不会把你打下来，可中国大陆现在做的这些极其危险的动作，就是你们这些兔崽子有种飞过来，最好技术好一点。我跟你这么贴近，你就不要让。然后，如果丢热焰弹，你要能躲得过。你说中国大陆并不是没有想法哦，他就逐渐加码这些你侵入领空当中，我来驱离你当中的这种危险性。当然，其实在中国冲突会不会升高，在中国大陆很多人都说，哎呀，赶快，比如说未来军舰来的，你发射飞弹打在他的旁边吓吓他，或者是刚刚讲把他击落。当然这是民间的看法，但是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冷静，不断的加码，未来你侵入领空当中，你最好你的航空技术是好的，否则你危险自负。好，所以我们持续看到刚刚讲了嘛，我们今天要关心的是在东海跟南海的争议。另外一方面，南海我们持续看到则是菲律宾有所动作了，而且是2个动作。第一个，它是自己做的，2架菲律宾的侦察机试图接近黄岩岛跟这个仙宾礁的上空。那么解放军是立刻派出了他的速35战斗机跟直9的舰载直升机，高低一起来搭配做这个夹击驱离来自于菲方的机群，这是来自于第一个菲方的动作。第2个菲方的动作则是跟美国一起合作了，这一回美军则是同样出动了他的 P8A， 从日本起飞，穿越了菲律宾进入南海，跟美菲之间是一唱一和哦，来测试解放军的反应速度跟它的底线，是否是真的是这样子呢？菲律宾的战术是在测解放军的底线吗？会不会擦枪走火？大师怎么看？目前大概还不会，因为美军的这个 P8A 啊，它并没有进入中国大陆的领空。本来就是说，中国大陆对南海主权的伸张哈，它这个水域它没有把南海完全视为是领海。哎，如果说就9段线以内的这个都属于中国的领海的话，那变成这个水域就是上面都是中国的领空，你飞到南海就是进入了入侵中国的领空啊。那这个中国大陆可以采取所有攻击性作为，那中国大陆目前没有，看起来中国大陆在法律实践上，只有在中国目前所有效某效控制的岛屿上面它划设领海基线，然后这个上面才有领空。所以现在划设领海基线的话，比较清楚的就是黄岩岛。对，黄岩岛领海基线非常清楚，那所以它领空它的那个东经多少西北也可以算得出来的。那这一次美国的飞机没有进入中国大陆领空，它也没有任何报道说它有逼近中国大陆的所属的南海的岛屿或者岛礁。那所以它基本上它可以说它是在这个国际这个所谓空域里面行驶，那只会形成压力，不会有造成任何的侵犯中国权益领土权益的主权的这个问题。可是菲律宾这2艘这个巡逻艇中国大陆的用语非常清楚，你已经侵入我的领空了。那这个领空的话，基本上的话，要一般国家来讲，可以直接击落。可是问题，它这2个飞机是巡逻机，它不造成这个对你的这个任何的这些军事上的威胁，所以中国大陆就用这种这个米格这个苏35从上下俯冲把它驱赶吓它一下，而且那个黄岩岛上面领空也不大，它飞就飞出去了，它一直在里面也绕不了几圈。所以杀鸡已经没有用牛刀不就吓一下，所以呢，我觉得菲律宾好像也没有像样的战斗机，它只有轻型的攻击机，所以要菲律宾去冲的话，那还要等好多年。那美军到目前为止都不敢去侵入中国的领空，因为美国事实上的话，它如果有冲突的话，这个就是说知识体大，那过去也有擦撞的这个问题，造成2国外交上极大的一个困扰。所以美军到目前为止都叫菲律宾派个小飞机、巡逻机去骚扰一下。对，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你只要测试中国大陆这个反应能力，那目前看起来中国大陆对于南海任何一块是个岛礁，还有水域跟空域，它的这个防守的这个严密度是非常严的。你要接近它，马上这个各种的战机战舰就已经出现。所以我觉得就变成这个东西，还是论实力啦。菲律宾到目前为止不惧，
不是不具备威胁能力，而是不具备被中国大陆修理的能力。好，在这个目前的情况之下，在南海这个美日菲对抗大陆的部分的这个格局已经成型了。那刚刚讲的是美菲嘛，我们现在也来看到日本也有最新一步的动作了。我们来看到日菲的合作，最新是他们签署了这个互惠准入的协定，允许呢接下来双方的军队可以做互访跟联训等等，这个被解读就是准军事同盟了。那接下来日本就可以让他们的自卫队进入到菲律宾的领空，还有包括它的领海等于是把美日的防线向南推进上千公里，也压到了大陆南部海域的一个门口。日本政府甚至直接是公开表示说，他也考虑了接下来呢是否就直接向菲律宾出口他的退役的这个是他的护卫舰，这个是R5危级的护卫舰。菲方说了，有可能接下来我们也会想要买3艘来自于他的护卫舰。那根据了解，这艘舰虽然比较旧，但是它是可以装反舰飞弹跟直升机的，能够跟美军一起第7舰队协同作战。何老师怎么看？当然，对美国来讲的话，像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一个存在，有2个最重要的国家。那这个从19世纪以来，就是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菲律宾。那我们当然都知道，日本很强日本的海军虽然它叫自卫队，它叫海上自卫队可它在全世界的海军里面，它是非常强的这个海上的这个战力。但是相对的，这个菲律宾真的很弱刚刚介大使讲的对中国来讲的话，你这菲律宾根本就不是这个他要去这个修理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它弱到连中国大陆都不想修理它。那但是就是说，对美国而言的话，它在整个西太平洋基本上它是要这些小老弟去作为它的一个代理人。那日本当然它足够，它也有那个能力，也有那个意愿去做这样的一个代理人。可是这个菲律宾来讲的话，这个它没有力量那就是说，它即便是想要在这个整个你美国在西太平洋去这个对付中国大陆，对不对？去因应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崛起。菲律宾想要做点事，但是菲律宾心有余而力不足。那现在对美国而言的话，最快的一个方式就是去强化这个日本跟这个菲律宾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关系。那日本事实上它有和平宪法的一个限制所以说日本除了这个美日同盟之外，它也很难再跟其他的国家去签订同盟。可是它有巧门它就签了一个这个像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这个相互准入的这样的一个协定对，事实上菲律宾宪法也禁止，就是说这个在提供这个境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基地给其他的国家常设。不过这个宪法是死的，可是人的这个嘴巴是活的就可以这个在宪法的这个规定之下去找到方法。那菲律宾自然他就用了一个，就是说我没有让你在这边常住那可是就是说我开放，我们在这个相互准入这边，我开放我9个基地，目前开放9个基地就是说你日本基本上可以这个来去自如，你人可以进来，你武器可以进来当然你中间你可能这个部队你会换防，你自卫队会来去，可是这实质上等于是形成了一种就是说这种变相的这个日本在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驻军一样的一个性质而且就是说菲律宾如果短期的想要去强化它的海上的战力的话，就过去日本实际上从安倍的时候就给他这个就是那个用这个他们的海保厅旧的这个海巡舰。然后给菲律宾，后来菲律宾也买了新的了可是，在海军的这个部分的话，菲律宾显然这个叫汰旧换新的速度没那么快。那如果他要买新的战舰的话，像如果给美国买美国不知道等到牛年马月才有办法再卖给他，因为美国的军工产业现在面临的，他连这个战斧飞弹对不对都不要给乌克兰了，因为什么？美国自己都缺货，还有这个像 PAC-3 这个东西。那所以就是说，最快的方式就是叫日本这个提供他汰换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海军的一个舰艇给菲律宾，而且从日本的法律来讲，它也亮了绿灯，因为它现在可以做防卫装备移转。那菲律宾基本上是在它移转的一个清单，因为他们签订有协定，所以这个对日本而言的话，就它可以轻易做到，而且这等于是对他来讲是相当于废五金嘛，你要就卖给你，他还可以这个收点钱回来。所以，但这个对于整个这个菲律宾在这个整个南海的一个战力是不是有所提升这个显然。这个他卖给他的并不是一个这个现役的，而且是最先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装备。对于中国来讲，这种装备可能也不足为患。好，谢谢何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